来了，又蒸大包子了啊！我弟昨天晚上挣了点快钱，早上给我奶买好吃的去了，上来这一个大战斧就给我干不会了。他说我买了俩，给我姥爷也买了一个。哎呀，姥姥那个是吃肉用的，姥爷这个应该是防身用的。这个肉蟹堡是我奶点的菜，这不头2天肉蟹堡有点热闹事儿吗？我奶一看这玩意行啊，我也没吃过呀。就我奶这劲头，你服不服吧？给新闻看成美食节目了。今天这包子是豆角馅的，哎呦，我就愿意吃这样汤汁沾到皮儿上的，皮儿薄馅儿大汤多，我太牛了。今天面发的好呢，又包了几个糖三角，我敢肯定，你看着这个糖流出来的时候，不是咽吐沫就是舔嘴唇子。炒了一盘宫保鸡丁，我就愿意吃这里边的花生米。这日本豆腐炸的跟鸡块似的，咬一口真是又酥又香啊！今天肘子炖了点白菜汤，最灵魂的还是这点东北冻豆腐。炖了一条大鲶鱼，本来是想铁锅炖再吃，但实在是等不起了，没见过这么熊人的。买完铁锅，他妈连下3天鱼了。炖鱼这功夫，我俩开了2个自嗨锅解馋。现在拼多多搞活动，我花1块钱就秒杀到整箱9盒自嗨锅。这毛伟旺自嗨火锅非常入味儿，还有梅扣饭和沙牛煲饭，纯懒人必备，嘎嘎解馋。你们赶紧点我评论区抢吧。最后炒了个虾仁芦笋和尖椒猪肚，这鱼他妈到底端铁盆去的。来吧，吃香香了，半卤、黑蘸、焦肚、烧年、红豆、白肘、公丁、虾笋、肉蟹、豆包。我说完了，糖三角没带来，我弟扒拉我说你往你姑那看看。哎呀，真馋呐！这要不是烫，我估计他都能藏裤兜里。这一盘肉是我要炒卤肉饭的，这爹他妈勤快一回，炒一半给我打包了。这俩包子，一个是我爷的，一个是我奶的，是不是非常好区分？哥，肥肉别吃了，没了啊，吃没了，吃完了。俗话说，金丝银丝不如黑丝，不如粉丝，不如我的粉丝。我穿黑丝的粉丝问我能不能安排个这个，那必须给你安排。到凑齐挺贵呀，宝啊，你也喝不着，再整杯某给头吧，要不？因为这个最贵的是酒，我可以找个酒吧朋友借，给我装点朗姆酒呗。啊，别鸡巴整的没用，拿塑料袋装就行。去你妈！这心眼都让我长了，这玩意整出来贼漂亮。我就不明白这玩意为啥非得拍一下，有蚊子是怎么的？我着急给粉丝做，我就不多介绍了，反正就把这些玩意回一起搅一搅就上菜。这杯是把他们拿大大嘴大吧，强行展示，我着急有事，赶紧上医院。还是小杯好看哈，爱谁吧，我得给人反馈去了。再见。花絮1，什么活爹装的是牛2，那到底要自己花钱买一瓶。但我说实话，朗姆酒太冲了，真可以试试29度半的白酒。花絮2，莫吉托，操，算了，乐他妈谁拖谁拖吧，我整不了这洋玩意儿。再见。哎呦我的妈呀，可算来了！那这锅也有东西啊，这锅有个哥们家杀猪啊，给我送了点肉。好家伙，正愁没人教，天上掉下粘豆包，我太馋这杀猪菜了，真的。我上他家看他那猪活蹦乱跳的，我都着急呀。在东北啊，人生可以不爱，杀猪菜必须澎湃。为了让它更鲜亮，我先调了个痛风汤底儿。我弟职业病犯了，非要给他搓一搓，但我看他就搓了2面，这蟹应该是公的吧。还倒了点大肉汤和小料，这味儿嘚儿一下就上来了。再介绍2个东北大拿，粘豆包煎一下，再蘸上点白糖，我勒个去，就是没治了。这个玩意儿吧，有叫玉米饽饽，有人叫它玉米粑粑，乐意叫啥叫啥吧，不叫玉米粑粑就行。烙了几个韭菜盒子，他妈馅儿和多了，这炒饭了，炝了2个小凉菜，完了我又开始炒酱了。真的，我一炒酱我太兴奋了。今天酱了猪肝、驴排和牛窝骨，配方给你们了啊！真的，你要有心你就拿着去开饭店去吧。我跟你说，你就看吧，用不了1年，裤衩给你赔没的。来吧，吃香香了，感受一下东北杀猪的快乐呀！咱说这一桌好饭不得配点好水吗？我弟扛了1箱子外星人电解质水，这玩意儿你说零糖零卡的，还能快速补充水分和电解质。这个白葡萄芦荟味是限定上市的，喝着贼清亮。我们家这伙食要是要点脸，应该是离不开这种零糖的东西。咱说那哒哒哒啦啦，这最抚凡人心呐！我就看这个蒜酱啊，再看这个冒着热气的肉片子，我就纳闷了，猪这么可爱，怎么不早点吃它呢？特别是第2天再回下锅的这个杀猪菜，那真是歪歪地地，就更别说今天这一碗酸菜汤了。我再告诉你一遍啊，没治了。我最近不是说让大街上就给大家发1500根糖葫芦吗？现在基本算是做完了，预计等明天早上天亮6、7点钟就能全部完成。但哪天跟大家说，就我们自己在家做这个东西吧，质量上还是有一点参差的。所以如果明天大家吃这个糖葫芦有一点瑕疵的话啊，那一定切记，这个
就是因为我们几个水平不行，这事跟尔滨一点关系都没有，真的。斌子永远是你们的好斌子，但这代干的强度实在是有点太大了。我们这几天每天基本上就睡3-4小时，多少有点要醋。等过几天我剪一个详细视频给你们看吧。就我们现在属于是心是滚烫的，但人基本快凉透了。现在也算是个大伙儿报备一下，做的基本还算顺利。再顶一顶，明天就完整了。咱们明天下午3点见啊！我最近被秋刀鱼种草了切片饼干，他做的实在太好了，给我看燃了。我寻思我也试试，但是作为哈柱烘焙，头一次没敢挑战太难的。我寻看看能不能把我头像做出来。这刚开始调色和和面就给我难住了，这两个我鱼爹甚至都不愿意在视频里提一句的环节，我们干了4-5个小时。后来算每条线长度的时候，我彻底崩溃了，居然还要算椭圆的周长，这种东西我上学的时候就没会过，就更别说现在的。我只能感慨呀，天道有轮回，苍天饶过谁。我怎么也想不到，我都快上班10年了，死去的数学居然开始攻击我，孽缘呐！干了一天一宿，我们刚干完下半部分。前期最大的工作量就是削和抠，跟个修表的似的在那盯着，眼睛都对不上焦了。然后最难的其实都在上半张脸呢，就每一个有颜色相撞的地方，意味着上下左右都要分割成一个独立单元。这一下子彻底把我 CPU 算炸了，尤其是眼珠里那俩白内障最细的那个小白点，它的直径只有1毫米。我算这个分割点的时候非常绝望，甚至都开始谴责自己。我就觉着长个嘴能吃能喝能喘气就得了呗，我给五官长这么全是不是有点太贪了？后来我实在太绝望了，我寻冷静冷静收拾收拾屋，然后翻出好多闲置，买了也没怎么用过，就全部59挂到95分 APP 上了，就当粉丝福利了。平时买卖个闲置物品啥的，这软件也挺好用，抢购链接放评论区了，每天晚上7点都会改一个价，大伙可以拼命手速。然后我们又搭了一天一宿，终于在第2天夜里的时候把我这张脸封顶。目测这个发际线有点高，但我寻思高就高吧，都干40多个小时了，有线就不错了，还要啥自行车呀？等到切的时候，我们实在太紧张了，感觉心都突突。但切开之后发现果然没什么惊喜，不能说是一模一样，但也可以说是毫不相干。虽然做之前的时候想过会翻车，但毕竟干了2天2夜，真翻了还是挺遗憾的。我现在的状态呀，就跟这饼干小人是一样的，头发也熬白了，小脸也蜡黄了，眼睛里都没有光了，甚至还噙着一点泪花。我最近特别想吃那种可以即食的鱼豆腐，但是市面上卖的里边基本都没有什么鱼肉，所以我买了100多斤东星斑。我打算做点100%纯鱼肉的鱼豆腐小零食，看看吃起来是什么感受。然后按照去年我们做鱼丸的经验，这鱼肉切完了得先用小勺刮成鱼蓉才行。但是这东星斑处理起来可比去年的虎斑麻烦多了。因为这玩意儿它贵呀，我们抠这鱼肉比抠家里那卫生死角还卖力。就这么说吧，我们抠完的鱼骨，那院里的野猫都不惜正眼瞅一眼，你就说这活干得多仔细吧。然后刮好的鱼肉还得用小锤给它锤成肉泥，但这不是最麻烦的，最要命的是得在这些鱼泥里边挑鱼筋，这玩意儿要是挑不干净，那鱼豆腐吃的时候容易塞牙呀。这点玩意儿我们整整挑了1天，那眼珠都对不上焦了。后来，然后这鱼泥简单调的味儿就可以进行摔打了，这活干的是最费人的，这就跟那手打牛肉丸似的，必须得锤到这种立牌不倒的状态才行。摔这玩意儿都快给我摔脱臼了，我就说这一天呢，眼珠子见瞎，胳膊几无力了，这要再多做点，都没给我上半身干瘫痪了。后来实在太累了，就让我弟去买了几杯星巴克回来，喝杯咖啡歇一会儿。他是蚂蚁财富黑卡用户，现在上支付宝充财富黑卡，有机会领财富黑卡特权，每月1杯星巴克，全年1200元油卡，还有 DFS 全球免税店大额满减，还能体验专属财富管家服务呢。就喝完了咖啡，我也跟人领一张。然后这鱼豆腐蒸完之后特别紧实，就这么捶都捶不碎，所以它吃的时候口感也特别有嚼劲。但是这种原味的鱼豆腐放凉了当零食吃可能会有点腥，所以我打算先卤后烤，给它做成炭烤鱼豆腐。就光调这个卤汤我们就老下功夫了，我们是用鱼骨熬的鱼汤作为原汤干的，能不能增鲜不知道，但主打的就是一个原汤化原食。然后烤的时候我还刷了一层秘制小红油，这烤完了之后外皮是焦脆的，里边鱼肉是像那种肉丸一样可以弹牙的爽脆，口感特别丰富，而且真的巨香，因为鱼肉本来就鲜，然后卤汤和红油的香辣也口入味了，这一口下去满嘴留香。但是算下来就是成本有点高，这一块鱼豆腐成本都要合到12块钱了。我本来是想着等过年打麻将的时候和大家一起分着吃，但是现在这个情况来看，要是不给我点个3家闭门大炮，那袋儿我都不舍得拿着给他们舔一口。
我最近要参加一个好大儿的婚礼，然后受我儿之托，我们要和他一起做出来300份这次婚宴给大家准备的伴手礼。因为考虑到他办的是草坪婚礼，所以这个伴手礼包我们打算做点吃吃喝喝的东西。这第一样东西是垫肚子的蒜香黄油面包片。为了配合婚礼的气氛，我们自己做了好多新型面包，还调了个巨好吃的黄油酱。这烤完了有特别大的黑胡椒香味和蒜香味，然后吃着还特别酥。但是这新型面包做起来太麻烦了，我就掺了一半法棍。就是我跟新郎讲的也很明白，我说如果你想每片都做成新型的话，那基本可以确定你俩的1周年纪念日就是我们哥几个1周岁生日。然后我们要做的第二样东西是喜糖，但是这么热的天吃糖实在太干巴了，我就买了300多斤水果，我打算做点果冻来蘸这个喜糖味。我们的计划是1大带6小，大包装做鲜果果冻，果子都扒皮去核了，冻用的是茉莉花茶做的茶底冻，这冷藏一下吃真的特别清爽。然后小包装呢，我们选了6样水果榨汁儿，都做成了果汁果冻。但是快做完的时候，爹告诉我们临时又加了10桌，也就是说我们一共得做出3000多个果冻，而且只能一个一个做。这是我们做这么多东西以来第一次对数字感受到恐惧，真的，就我听到这个消息的那一刻，我他妈感觉天塌了。等做完这些果冻，终于能消停歇会了。正好把前两天在得物买的爱马仕香水打个试试。这香水特别好闻，是那种淡淡的香味，而且现在有活动，这一瓶到手才300多。点评论区置顶链接，打开得物啊，还有机会领1000元优惠券，里边还有好多适合夏天穿的小短袖，才不到100块钱，特别合适，你们快去看看吧。然后第3样东西，我们想做的是最近特别火的杨梅荔枝饮，不过为了喝的时候方便，我们只保留了杨梅果肉，最后做的是杨梅荔枝气泡饮，并且做完就直接冷冻了，等拿到现场的时候正好是化的有点冰碴的状态，喝着特别爽。完了最后一样东西就纯是为了凑双数，新郎让我自行发挥，于是我买了400张刮刮乐回来。最后把所有东西都给爹审了一下，爹表示非常满意，然后我们就把每一样东西都贴上了喜字和新人的 logo 贴。就这会儿我们已经完全是靠意念在支撑了，做这些所有东西我们整整干了7天，每个人睡了不超过30个小时。不过好在最后没耽误什么事儿，所有东西都准时摆到婚礼现场了。看着这么多年的哥们嫁人，心里还是挺感慨的。但是吃完席之后我就开始发烧，整整病了10天。后来我跟我这爹说，我说你俩可一定得好好过呀，真的，我们为这场婚姻付出的可真是太多了。